手機上有連續光學變焦不稀奇，華碩跟三星都有推出過，但75到100mm的長焦變焦，這還真的沒看過。來，小米17 Ultra 發表會重點帶你一次看。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原本以為2025年的智慧型手機就在三星推出三折機 Tri-Fold 後結束，沒想到小米居然在聖誕節當天推出了小米17 Ultra， 而且不止小米，說真的，到年底前還有很多品牌會發表手機哦，真的很拼哎。先快速整理3個小米17 Ultra 的重點給大家。第一，2億像素長焦鏡頭首次採用連續光學變焦。第二，採用 LOFIC 技術1寸感光元件的主鏡頭。第三個，處理器採用 Snapdragon 8 Elite Gen 5。第四個其實不是小米17 Ultra， 而是小米17 Ultra by Leica。當然還有很多有趣的細節，接下來一一分享給大家。智慧型手機上的連續光學變焦一直是很多品牌追求的技術，像是華碩三星都曾經推出過有連續光學變焦的機種，但這些機種最大的問題就是什麼呢？太厚了哦，所以一直都沒有延續下來。沒想到多年之後，居然可以在小米17 Ultra 上再次實現啊，而且是正常旗艦手機的厚度。那小米17 Ultra 的長焦鏡頭採用 HP9 的改良版，也就是 HP1 感光元件。同樣是1.4寸2億像素。當然，這是最大的亮點，就是這顆長焦鏡頭有着3.2倍到4.3倍的連續光學變焦能力，還支援光學防手震。這可以帶來什麼好處呢？我們以 vivo X300 Pro 來說它的長焦鏡頭就是 85mm 的定焦。如果要更長的焦段，就是用數位裁切，所以沒有辦法達到2億像素拍攝 85mm 以上的焦段。但是小米17 Ultra 在75到100mm 的焦段內，都可以拍出2億像素的照片，所以大家知道差別在哪裡了哈。這到底怎麼做到的呢？其實就是應用浮動鏡頭的原理，潛望長焦的8片鏡片分為3組，一組是固定的，那第二組呢是浮動來去控制焦距，那最後一組呢則是控制焦點哦。那对了，在75到100mm变焦時模擬光圈值，也就是進光量它也會有改變。那75mm 是 f2.39， 那100mm 是 f2.96。這樣的設計下，光圈值還能跟固定焦距的設計其實是差不了太多的所以真的還蠻強的也完美實現了中焦段到長焦段的搭配那這樣的連續光學變焦也讓長焦人像的畫質可以更細膩，也有着更自然的前景深那這邊有一些示範照片給大家看一下。也因為連續光學變焦，小米17 Ultra 也內建了紅毯模式，以 zoom in 的方式來拍攝慢動作，這是近期非常流行的拍攝手法當然你要 Dolly Zoom也就是西区考克變焦，也能全部都是光學焦距所以這個很厲害。那對了，這次還是有支援長焦微距功能，不過最近對焦距離是30公分，是稍微遠了一點點，是美中不足的小遺憾。那另外，變焦的速度會不會太慢呢？這是觀察重點之一。那之後有機會實測的話，再分享給大家。除了長焦鏡頭以外，主鏡頭也是非常大的亮點。它採用5000萬像素1寸的光影獵人 1050L 感光元件，光圈是 f1.67， 也支援光學防手震。但這些都不是重點，最重要的是它有支援 LOFIC LOFIC 這個感覺很硬的專有名詞到底是什麼呢？這邊簡單跟大家科普一下相信大家都知道 HDR 是什麼，也就是拍照時候可以把畫面中過亮跟過暗的部分做平衡。而 LOFIC 橫向溢出積分電容，就是可以把過亮的部分用感光元件旁邊的電容承接起來。也就是說，無論光線多亮，都可以保留細節。那跟一般的 HDR 有什麼差別呢？以往的 HDR 都會採用多張照片進行合成所以在疊加照片的時候容易會有鬼影產生當然也會增加處理器的負擔
那但 LOFIC 這個技術啊，只要單次曝光就可以搞定 HDR， 所以無論是拍照，甚至在拍影片的時候，都可以更輕鬆的解決場景中啊光差過大的問題。那我相信在2026年，這個技術應該會在各品牌的智慧型手機上看到哦。那對了，發表會完全沒有提到超廣角鏡頭哦。那所以這邊分享一下。官方規格是5000萬像素，等效焦距是14mm，光圈是 f2.2。那目前還不確定感光元件是哪一顆，不過非常有機會是 JN1。之前在官方釋出的影片中有提到鏡頭邊框可以直接轉動調整焦距，這次怎麼都沒看到呢？沒錯，因為小米把這個功能放在這次的特別版，也就是與徠卡深度合作的象徵機種小米17 Ultra by 徠卡。在規格上其實都跟原本的17 Ultra 相同，差別就是在外觀跟變焦環的設計。外觀的設計取自徠卡的 M 系列，包含雙拼的材質啊、握持的紋理，還有刻字，還有經典的紅標啊，這次也是第一次把可樂標放在手機上哦。那更特別是加入了大師變焦環的整合式設計。現場強調它不是外接配件，而是機身的一部分，可以用旋轉的方式去調整變焦、對焦、曝光還有白平衡。那企圖把相機那種直覺操作的手感放在手機上。那同時也推出徠卡一瞬模式包含致敬徠卡 M9 的色彩質感，還有致敬徠卡 M3 的黑白底片風格我覺得這整個風格我是還蠻喜歡的就是把經典的影像風格用更容易上手的方式提供給創作者。那对了，我覺得最讓我印象深刻就是照片有支援3:2的比例我只能說終於有支援這個比例了它是跟一般的相片比例是相同的，所以在沖洗照片的時候，我覺得會更方便一點。最後分享硬體規格，處理器部分採用高通全新的 Snapdragon 8 Elite Gen 5處理器採用全新雙路內循環冷泵結構。以人像模式連拍150張來說，小米表示速度比 iPhone 17 Pro Max 快29秒，平均溫度低2.2度，所以這整個在冷卻跟處理速度上都會更好。螢幕部分是6.9寸1608x1200解析度的平面 OLED 顯示器，峰值亮度是3500 nits， 保護玻璃是小米龍晶 3.0。那外觀部分有着黑色、白色、紫色，還有最新的星空綠機身厚度是 8.29mm。那鏡頭模組部分還是採用 Oreo 的圓形外觀設計，不過小米表示這次有把模組往上移一點點，那配件的支援度會更好，手持也會更舒適一點。另外在音量按鍵上這次是以分離式的設計，我想應該會更好按壓吧。那防護規格上同时支援 IP66、IP68、IP69， 主打更全面的防塵防水。那電池電量部分並沒有特別大，它採用6800毫安時的電池，支援90瓦的有線快充跟50瓦的無線快充最後分享一下售價，小米17 Ultra 的12512GB 版本呢是6999人民幣，小米17 Ultra by 徠卡的16+512GB 版本呢是7999人民幣。对了，国際版呢，聽說過幾天也會發表。那台灣以往也都會引進 Ultra 的版本，大概都會在2月或是3月左右推出啦。有比較確定的消息之後再分享給大家。以上就是小米17 Ultra 發表會的快速整理，感謝大家收看這期節目，希望大家也會喜歡這次的內容。如果有任何建議或問題，也可以留言讓我知道。我是 Kiss Play， 我們下期見嘍，拜拜。